如果有一天你醒来，发现世界被一种比人类高3倍的生物统治，会是什么感觉？想象一下，当你推开门走出屋外，看到地面上留下的脚印，每一个都像一座游泳池那么大。当你抬头仰望远方，看到巨大的身影像山一样矗立在地平线上，他们的影子甚至能遮住太阳。当他们开口说话时，声音像雷声一样震动大地，而他们仅仅是站在那里，就足以让人本能地感到原始的恐惧。这听起来像科幻故事，但在许多古老的文献中，这却被描述成真实的历史。在世界各地的古代传说里，都提到过一个时代，巨人曾经行走在地球上。古代希伯来传统中的巨人族，希腊神话里的泰坦巨神，凯尔特传说中的巨人族，几乎每个文明都留下了类似的记载。但这些巨人并不像童话里的温和巨人，在很多记载中，他们更像是捕食者，而你只是猎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真的生活在那个巨人时代，人类为什么几乎不可能活下来？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个问题。想象一下，你真的醒在那个巨人的时代，你睁开眼睛，但马上就感觉不对劲儿，地面在震动，一下一下一下，节奏像巨大的心跳。你坐起身，满脸困惑，很快才意识到那不是心跳，而是脚步声。你踉跄地走到窗边，向外看去，下一秒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一下子把你攥住了。整个世界仿佛变了，树木看起来像细小的树枝，山丘像被压平的土堆，而在远处的地平线上，有一些巨大的影子正在缓慢移动，像一座座移动的山。在古代希伯来传统中，这些生物被称为巨人族。古老的记载中曾这样描述他们：在那个时代，巨人行走在地上，当神之子与人类女子结合，生下后代时，这些孩子就成了远古时代著名的勇士。但当你真正看到这些巨大的身影靠近时，有一件事变得非常清楚，他们绝不是英雄，他们更像是执行者。在另一部古老文献中，这些巨人被描述为一种混血生物，据说是某些天界存在与人类女性结合所产生的后代。传说中，他们的身高达到了惊人的尺度。当其中一个巨人慢慢接近你的村庄时，你终于明白那意味着什么。你拼命抬头仰望，却根本看不到他身体的尽头。远处那只脚的轮廓就已经比整个村庄还要大。当他迈出一步时，大地剧烈震动，你甚至被震得跪倒在地。你本能的想逃，但在一个由巨人主宰的世界里，根本没有地方能藏下像你这样大小的生物。而更可怕的是，根据许多古老记载，这些巨人并不满足于与人类共存，他们会消耗人类的一切资源。当粮食被吃光之后，故事中说，他们甚至开始吃人。你躲在一面已经被震塌的墙后，看着周围的一切，邻居、朋友、家人被巨人轻而易举地抓起来，就像抓起一只昆虫。下一秒，人就消失在那张巨大的嘴里。那张嘴大到什么程度，甚至可以让一个成年人直立走进去。这就是你的新现实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你不仅渺小，你只是零食。假设你侥幸活过了第一次遭遇，也许那个巨人被别的猎物吸引走了，也许你找到了地面上一道足够深的裂缝躲了进去。但接下来真正恐怖的问题出现了，你该如何在这个世界里活下去？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为你建造的。你需要食物，可曾经养活整个村庄的农田，现在早已被巨人的脚步踩成废土。那些脚印比房子还大，剩下的植物零零散散地分布在被毁坏的大地上。如果你想去收集食物，就必须在空旷的地面上暴露几个小时，而在那段时间里，随时可能有新的巨人出现在地平线上。你需要庇护所，可看看周围的一切，所有建筑都不是为你设计的。那些门洞高的像大教堂的入口，就算你想进去，也很难够到门槛。楼梯是整块巨石雕刻出来的，每一级台阶都比你整个人还高。而当你开始观察这个世界时，你会慢慢意识到一件事儿：地球上许多巨大的石头建筑，或许正是为这种体型的生物建造的。比如英国巨石阵的巨大石柱，中东巴勒贝克神庙的地基石块，有些重量超过800吨，还有南美普马棚谷遗址那些切割精确到极致的石块，严丝合缝，甚至连一片刀片都插不进去。现代工程师都承认，即使使用今天的机械设备，我们也很难建造出这样的结构。但如果这些建筑是由巨人建造的，一切似乎就说得通了。对他们来说，800吨的石头也许就像人类拿起一个咖啡杯一样简单。接下来是水的问题。
巨人世界里的水井和水池对你来说就像悬崖一样深，用来取水的容器比浴缸还大，重量甚至超过一辆汽车。就算你能碰到水，你又怎么可能举起一个专门为巨人设计的水桶？那桶的把手可能就和你的身体一样粗。在黎巴嫩的巴勒贝克遗址，人类至今仍能看到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石块。在那里，朱庇特神庙的地基石块每一块都重达800吨。而更神秘的是，附近采石场里的那些未完成石块，其中有些重量超过1200吨，切割精度高的令人难以解释。当你走在这些由巨人建造的城市遗迹里，你会发现所有工具都大得离谱，锤子重得像汽车，杯子大得像游泳池，武器巨大到你根本搬不动，更别说使用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你不仅渺小，你几乎毫无生存能力。然后你突然意识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，你本来就不应该在这里活下来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人类存在的意义或许只有2个，要么被驱使，要么被吃掉。假设你真的奇迹般地找到了食物、水源和一个可以藏身的裂缝，在这个巨人的世界里勉强活了下来，接下来真正恐怖的事情才刚刚开始。你必须面对那些统治者。古老文献中曾这样描述那个时代：在巨人统治的时期，地球充满了暴力和混乱。这些巨人不仅在力量上远远超过人类，他们的残暴程度同样难以想象。而像你这样渺小、毫无防御能力的生物，在他们面前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。想象一下，在这个噩梦般的世界里，你的一天会怎样开始？如果你还能睡着的话，你会在清晨醒来，但即便是睡觉也很难真正安稳，因为远处巨人行走时的震动会不断从地面传来。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看向地平线，你必须确认那里有没有出现巨大的身影。可就在这时，你听到一个声音，像雷声一样低沉，却带着节奏。那不是雷，那是笑声。巨人的笑声在大地上回荡，像某种神奇的声音一样震耳欲聋，而且正在越来越近。古老文献曾经描述，这些巨人让整个世界充满暴力，用来形容他们行为的那个词意味着最极端的残暴，不仅仅是杀戮，还包括压迫、残忍以及完全没有任何正义。当笑声越来越近时，你突然明白了正在发生什么。他们在玩游戏，而你就是游戏里的棋子。你开始拼命逃跑，可你的双腿再快也无法跑得太远。每当巨人迈出一步，大地都会剧烈震动，而那一步跨出的距离可能是你几分钟才能跑完的路。你扑进一块巨石后面躲藏，就在那一刻，一片阴影突然笼罩下来，那是一个巨人的影子，高的你甚至看不到他的头。头顶传来一阵声音，像山体滑落，像雷霆滚动。你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，但语气却很清楚，那是一种带着兴趣的玩味。对这个巨人来说，你的拼命逃跑只是一场娱乐。一只巨大的手缓缓伸下来，那只手比你躲藏的整块岩石还要大，手指像树干一样粗，在岩石周围慢慢试探。它并没有立刻抓住你，而是在戏弄你，让你以为自己可能逃得掉，然后再堵住你的去路。这不是狩猎，这是玩耍，而你就是玩具。如果巨人真的统治世界，那么人类每天的生活很可能就是这样，不是简单的求生，而是一场被延长的娱乐，供那些把人类当成害虫的巨人取乐。更可怕的是，古代文献还提到，这些巨人不仅残暴，还会有计划地腐化人类。他们教给人类许多禁忌知识，比如战争的技巧、武器的制造、诱惑与操控他人的方法，甚至各种神秘的黑暗力量。但他们教这些并不是为了帮助人类进步，而是为了让人类堕落。假设你真的遇到一个看起来友善的巨人，他没有立刻踩死你，也没有把你当作食物，而是慢慢跪下来靠近你。即便如此，他的脸依然高高悬在你的头顶，就像一栋巨大的建筑俯视着你。然后他开始教你一些新的知识，但很快你就会发现，这些知识并不是礼物，而是毒药。他教你如何制造武器，让人类彼此残杀，教你如何用黑暗的手段操控别人，甚至教你召唤某种力量，而这种力量会慢慢腐蚀你的灵魂。你逐渐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实，即便是那些看起来善良的巨人，也并不是在帮助你，他们只是想毁掉你。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在污染这个世界，他们触碰到的一切都会慢慢变质，甚至连生存本身都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毒药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
你不仅仅是生活在巨人的统治之下，而是生活在一个被他们彻底影响、被他们力量污染的世界。但最令人恐惧的，也许还不是这些，而是这些巨人所掌握的力量。古老的文献暗示，他们拥有某些能力，听起来几乎像科幻小说。他们能够改变天气，让巨大的石块漂浮在空中移动，甚至创造出混合生物，还能接触到某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知识。现在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些力量直接用在你身上，会发生什么？你躲在一处自认为安全的山洞里，试图躲过巨人的视线。突然之间，外面的天气发生了变化，不是像自然风暴那样慢慢酝酿，而是瞬间改变。天空在一瞬间变得漆黑，闪电开始从云层中落下，而且并不是随机的。那些闪电像被某种力量控制着一样，一次又一次精准地击落在固定的位置。你很快意识到，这一切其实是被控制的。尼诺书中记载，那些堕落者曾教人类如何切割植物根茎，如何使用咒术的力量。其他古老文献也提到，这些巨人能够操控自然元素，建造会飞的机器，甚至拥有难以想象的武器。你小心地从山洞里探出头，看见巨大的石块在空中漂浮，就像风中的落叶一样，被无形力量推动着，重新排列成新的建筑。那些巨人的一个念头就能改变整个结构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连物理规律似乎都被改写了，而操控这一切的技术你根本无法理解。一些考古发现似乎也在支持这些传说。秘鲁的萨克塞瓦曼要塞由巨大石块构成，每块石头都严丝合缝地嵌在一起，没有任何砂浆，却能在无数次地震中屹立不倒。那种切割精度远远超出古代人类应有的技术水平。当地传说说是巨人让石头自己走到位置上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真的亲眼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比建筑还大的石块在空中缓缓移动，没有任何支撑，却精准地嵌入墙体，那一刻你会明白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大地本身都可能成为你的敌人。类似的传说几乎出现在世界各地。日本的神话里有能移动山岳的巨型鬼族，苏格兰的传说里有用超自然力量建造巨石阵的古老种族，在北美一些原住民部族也流传着食人的巨人，他们拥有强大的魔法。当你蜷缩在仅有的藏身处时，这些故事早已不再是神话，而是你的现实。现在想象一下，如果那些拥有这种能力的巨人开始追踪你，他们不需要看见你就能在数公里之外感知到你的存在，他们甚至不用追赶你，只需让脚下的大地移动，就能把你送进他们的手中。他们不需要武器，一个念头就可能让你的心脏停止跳动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连自然元素都会与你为敌，大地本身也可能成为陷阱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生存并不是靠聪明或力量，而只是取决于那些巨人是否一时心软。因为根据古老文献的描述，仁慈这种东西在他们身上几乎从不存在。尽管听起来难以置信，但仍然有一些人类曾试图反抗这些巨人。古老文献中记载，人类和巨人之间曾爆发战争，一些勇士站出来对抗几乎不可能战胜的敌人，也有英雄敢于挑战那种暴虐的统治。但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人让你加入这样的反抗，你的武器只是一把剑，前提是你还能举得动它，然后命令你去对抗那些生物，而他们的一根手指都比你的整个身体还粗。这种想法如果不是太恐怖，几乎会让人发笑。古老记载中确实提到过一些巨人杀手，比如大卫对抗歌利亚，约书亚对抗巨人族，还有加勒对抗亚纳族。但仔细读这些故事，你会发现一个不安的细节，这些战斗从来都不是公平的较量，每一次胜利几乎都是奇迹般的结果，是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，往往都伴随着某种神的干预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卫与歌利亚的战斗。但很多人忽略了一点，歌利亚不仅仅是高大，他是来自巨人族的战士，他的武器沉重的普通人根本无法使用，仅仅是长矛的矛头就重达10多斤。现在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站在大卫的位置，却没有神的指引，你面对着歌利亚，而你的视角就像一只蚂蚁仰望一座山。大卫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力量或技巧，而是一场奇迹，可你并没有那样的神迹指引。这就是巨人时代的人类反抗，零星的奇迹胜利，以及几乎绝望的生存挣扎。而奇迹本来就极其罕见，古老文献记载，这个被巨人统治的时代终究无法持续下去，腐败已经蔓延到极点，暴力充斥着整个世界，局势彻底失控。最终，某种神圣干预降临了，
解决方式非常极端，通过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洪水将世界彻底重置。如果从一个渺小幸存者的角度来看这一切，会是什么感觉？某天清晨，你被水声惊醒，那不是细雨落地的声音，而像是整片海洋从天空倾泻而下。古老记载中写道，神对诺亚说，我要终结这世上的人类，因为大地已经充满暴力。当洪水不断上涨，你逐渐意识到，这场洪水不仅仅是为了清洗人类的罪恶，更是为了消灭那些让世界陷入恐怖的巨人。在你的一生中，第一次看到他们恐惧，那些曾经把人类当作昆虫般对待的存在，如今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翻滚，那是一种残酷而震撼的景象。但就在这一刻，你也突然意识到，这场拯救世界的洪水也可能把你一起吞没。但最可怕的是，洪水并没有把他们全部消灭。古老记载中写道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了巨人，我们在他们眼中就像蚱蜢一样渺小。而这段记载竟然是在洪水之后写下的，也就是说，巨人又回来了。想象一下，当几代人之后，你再次在地平线上看到那些熟悉的巨大身影，那种恐惧会有多可怕？你以为已经结束的噩梦再次降临，而且这一次他们更加愤怒。这意味着巨人的时代并不只是史前的一段恐怖记忆，它似乎一直贯穿在人类历史之中。每当人类文明开始繁荣，那些巨人就会再次出现，提醒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。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为什么你无法在巨人时代生存？答案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体型和力量，虽然那已经足够可怕，真正的问题是在这种恐惧之下，人类的心理根本无法承受。想想看，当你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真正的威胁时，危险的动物、暴力事件或是自然灾害，你的心跳会加速，双手发抖，肾上腺素迅速充满身体。现在想象一下，这种恐惧不是偶尔发生，而是每天每一刻都存在。在一个被巨人统治的世界里，你永远无法安稳入睡。夜里的每一个声音都可能是巨人的脚步，每一片阴影都可能是一只巨大的手正伸向你的藏身之处。人类的神经系统原本只适合应对短暂的恐惧，但在这种环境下，它会长期被压力激素淹没。仅仅几周时间，你就会出现严重的创伤后应激反应。而更可怕的是，你永远无法恢复，因为这种创伤从未停止。你会看到其他幸存者一个接一个的崩溃，有些人变得呆滞，只能蜷缩在角落里不停摇晃自己，像是精神已经被彻底摧毁。但也许比恐惧更可怕的是彻底的无力感。人类天生是解决问题的生物，面对困难我们会想办法克服，但在巨人的时代，没有解决办法，只有延缓死亡的短暂机会。你无法对抗那些指甲都比你的武器更坚硬的生物，你无法躲避那些可以随意改变地形的存在，你也无法和那些把你当作昆虫的生物谈判。你所有的求生本能在这个世界里都变得毫无意义。反抗只是自杀，逃跑只是暂时延缓死亡，僵住不动也只会让你更容易成为猎物。你被困在一个世界里，在那里每一种本能反应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这种彻底的无力感会先摧毁你的精神，然后才是你的身体。在持续的压力之下，你会慢慢注意到自己和其他幸存者的变化。长期的饥饿让你越来越虚弱，身体瘦得只剩骨架。即使年纪还很年轻，你的头发也因为压力开始变白，你的双手不停颤抖，哪怕一点细微的声音都会让你猛地惊跳起来。你逐渐患上了一种可以称为巨人偏执症的状态，你再也无法享受片刻的安宁，因为你始终在扫视地平线，寻找那些巨大的身影。哪怕只是远处的一团云，你都会怀疑那是不是某个巨人的头。偶尔遇到的其他幸存者状态也差不多，大家低声交谈，互相提醒哪里出现过巨人的踪迹，讨论一些越来越绝望的计划，比如去哪里寻找食物或藏身之处。没有人在谈论未来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未来根本不存在。你们都明白自己只是暂时活着而已，就像被遗忘的猎物，迟早会被发现。最可怕的是，你内心的一部分甚至开始期待那最后一次遭遇，因为和无止境的活在这种噩梦里相比，死亡反而像是一种解脱。所以为什么你无法在巨人的时代生存？因为在那样的世界里生存，需要一种人类根本不具备的能力，在永远作为猎物的状态下，仍然保持理智，保持人性，保持活下去的意志。现代人已经习惯了人类主宰世界的幻觉，我们早已忘记祖先曾经感受到的恐惧，
忘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远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，我们也忘记了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感觉。但如果是在巨人的时代，你每天都会重新想起这一点，每一天都是一堂课，让你明白人类有多渺小，有多微不足道。在这个世界真正的力量秩序面前，人类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最终，这种认知会彻底摧毁你，无论你是死于饥饿、疾病、意外，还是仅仅因为某个巨人注意到了你，你的死亡在这个世界里都毫无意义，你的存在会被瞬间遗忘，就像你不会记住一只蚂蚁的死亡一样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是你能不能在巨人时代活下来，真正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？如果没有结束，如果某一天他们再次回来，那么习惯了安逸、脆弱而毫无准备的现代人类恐怕会比古代祖先更加不堪一击。古人其实早已警告过我们，他们把这些故事刻在石头上，写进古老文献里，甚至把线索留在这个世界的地貌之中。他们讲述过那些曾统治地球的巨人，那些充满暴力的存在，那些把人类当成昆虫一样对待的生物。但我们选择把这些警告当作神话，把他们的见证当作传说，把他们的恐惧当作原始人的迷信。也许这正是巨人所希望看到的，因为在巨人的时代，无知从来不是幸福，而是灭绝。你觉得呢？我们只是活在远古巨人的阴影之下，还是正走向他们的再次回归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点赞和关注，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故事。